那有没有哪些症状是可以让我们警惕一下，就已经是开始要准备慢性发炎的这个概念了？脾虚湿痰郁结其实它是一个疾病的进程，每天早上起来要工作都觉得精疲力尽，没力气哦，这个很多。然后呢，然后你会觉得你睡不饱，那早上起来思绪不够清晰，或者说你容易觉得蓬头垢面、油腻，那这种湿很多人就觉得习以为常。那这种东西久了之后，它可能就是会变成一个淤阻的问题。我们想要回到健康体质的话，医生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其实它就是个跷跷板平衡的概念，透过增加，再加上运动。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听到发炎这2个字呢，大家都会觉得很害怕。但是其实发炎呢，它又分为急性期，还有这个慢性期。那急性期的发炎呢，虽然身体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可是它可以说是身体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也就是说呢，身体的这个免疫细胞，它在跟外来的一些病菌啊做对抗，所以它会引发这种红肿热痛。但是呢，慢性发炎呢，它却是所有病症的一个祸首。为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请到的陈俊如医师，陈医师您好。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请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过多的免疫细胞反而是对身体不好的，而且还会造成这种发炎的状况呢？一般来讲，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细胞其实是拿来保护外来的入侵物质，包括病毒啊、细菌啊、各种病原体。好，那种发炎叫做这种巨噬细胞的概念，就是去把外来的细菌、病原体做了一个吞噬的作用。这种对身体是一个保护机制。可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过度的发炎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那它对它的那个细胞的，就是它的免疫细胞，跟我刚刚说的巨噬细胞是不一样的种类。那我们会常知道的那种，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包括干燥症、红斑性狼疮，好，然后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还有一些肾丝球、肾脏的病变，蛮多的，还有僵直性脊椎炎。那我们讲到的这个慢性发炎是属于这另外一类的细胞，那个是比较严重的。那一般来讲，大部分人都有像鼻子过敏啊，或者是荨麻疹啊，或者是像是有一些子宫肌瘤啊、攝護腺肥大的这种发炎的问题，都是属于比较轻微的那种慢性发炎。可是这种慢性发炎，它的问题就是它不是瞬间爆发，而是慢慢的累积。那慢慢累积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生活压力，或者是你的作息不正常，或者是你的情绪可能比较焦虑，或者是睡眠时间不足的时候，那身体就会造成一个慢性的发炎问题。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有一些那个过敏性的遗传，可是在成长的过程，透过运动啊，生长了，到了青春期，有的时候你不熬夜的话呢，鼻子过敏可能就没事。可是比如说你今天进入职场压力很大，高压，然后又时常要就是日夜颠倒的工作，可能小时候才有的过敏性鼻炎又复发了，对，又复发了。那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慢性发炎的征兆。所以很多人他会反复的这个慢性发炎，其实是不是主要还是来自于生活习惯？非常多啊，急性荨麻疹我们知道就是可能摄取了一些过敏原的物质，比如说他可能就对下蟹海鲜过敏，或是对不新鲜的食物发生造成的一个局部的组织水肿，这种的荨麻疹大概1个礼拜左右就消退了，这种叫急性荨麻疹。可是慢性荨麻疹就是像很多患者在前一阵子啊打了那个 COVID 疫苗之后，那它就会造成身体诱发一些免疫反应。对，那如果这个人他本身皮肤的状态就比较弱的，那就你就发现打完疫苗之后，怎么或者是确诊之后，那个荨麻疹就一路发到现在都不会好。这种也是属于慢性发炎，可它其实就是诱发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改变。那会不会好？其实经过适当的中医药调理，它是会好。现在有那么多的慢性疾病，而且它不会好，就是好像一直反复发作呢。比如像痛风好了，你的身体的一些代谢物质没有及时的排除，那或者是你可能在产生痛风时的这一段时间，你可能饮食是不适当的，好，那高血压也是，可能你长期睡眠不好，或者是长期有3高的疾病，那很多因素都会造成血压的升高。好，那痛风啊、糖尿病这种东西，其实也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产物没有办法顺利排除之后，在身体堆积过多，造成了身体的细胞的一些炎症的发炎。那医生因为这边也有写一个，就是逆转这个发炎体质，那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人体的那个身体状态有6个层次，那就是像脾虚、湿痰、
瘀、结这几个。那目前我看起来就是平，就是算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对。但是从虚开始，是不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小小的症状，其实我们不是那么在意，但其实它就已经是开始要准备慢性发炎的这个概念了。平、虚、湿、痰、瘀、结，其实它是一个疾病的进程。从轻微到最后的结是严重的。那个结有可能包括良性肿瘤或恶性肿瘤，它都是一个结的体质。那我这本书其实的目的就告诉大家说，当你是正常人的健康状态的时候，你应该好好的维持。可是，一旦今天你的工作压力太大，你可能觉得我每天睡醒都觉得好累，没有睡饱。那一段时间累积下来之后，身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开始出现一些溃堤的表现。最近有一个患者很可爱，年纪没有很大，可是他居然有一大堆免疫系统失调疾病，包括红斑性狼疮，就我刚刚说的，然后干燥症。那我就很好奇的就是，你怎么会到这个年纪出现红斑性狼疮？因为通常是年轻的女孩子比较多，那干燥症通常是年纪大的长辈比较多。他全都得了。对，然后结果你就卡在中间的40几岁的时间，怎么会突然会这个样子？后来去追问他的过去病史，就会发现说，原来他在这种比较严重的免疫系统失调之前，刚好那一年他又工作又读书，又要写论文，压力实在太大了，可能白天工作，晚上又要赶论文，或是赶上课，所以他的时间其实是被压缩的。你要产生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其实他都会大概有半年的时间的累积。那有没有哪些症状是可以让我们警惕一下？就是说，可能我们已经开始有这个症状。其实虚跟湿是大家最容易感受得到啦。好，虚就是包括说，好像我刚刚提到，每天早上起来要工作都觉得精疲力尽，没力气哦，这个很多，然后呢，也很多然后你会觉得你睡不饱，那早上起来思绪不够清晰。这都算虚，这都算虚。那虚当然在中医的分类有气血阴阳4种虚嘛，气虚、血虚、阴虚、阳虚都有。那气虚跟阳虚比较接近，差别就在阳虚的人比较怕冷，气虚的未必会怕冷，可是还是疲倦，他的统一的表现都是疲倦。那血虚的人，他就会觉得他需要很长的时间睡眠。然后呢，就算睡了很久，10个小时、11个小时，他白天工作的时候还是觉得累累的。这种人也很多，超多的。我真的随便看一看，我旁边的都是这一种。对，尤其是先天，比如像地中海型贫血的人，他其实他长期都是属于一个疲倦的状态。对，那还有一些像是月经来失血过多、缺铁性贫血的这种人，他也是其实都是属于长期劳累。其实你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那是一种习惯，你也好像会不太在意了，就会觉得这是我的正常状态。对。可是其实它不是一个身体正常的饱满的状态，那这个是虚嘛。那刚刚主持人提到湿其实最简单就是身体沉重，还有一个就是你会觉得脸很容易油腻，头皮很容易出油，排便又不是很干净利落的那种感觉，那种其实就是湿。对。那湿又有分成急性的，就是湿热，就是湿热在中医的定义也是一个急性感染的概念，比如说泌尿道感染。那寒湿的话，比较像是腹泻。解便不爽黏腻，会黏在马桶上的便便，或者说你容易觉得蓬头垢面油腻，那这种湿很多人就觉得习以为常，洗头洗不干净，洗脸洗不干净的问题。对，然后容易长痘痘，那这种东西久了之后，它可能就是会变成一个瘀阻的问题，比如说像有一些高血压、胆固醇这些东西的堆积。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疾病进程，它就是逐渐的累积到一个程度，到最后你的免疫系统真的大溃堤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有一些肿瘤。那癌症其实为什么会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越来越多？其实也是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是高压，睡眠时间不够，工作量可以多到让你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或者是睡错时间了。然后还有没有自己给自己一个转换身心灵的状态，比如说运动。好，你如果说没有长时间工作10年、20年都没有去运动的话，你的身体的
那个免疫功能一定不会好，然后睡眠品质也不会好。这个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就会特别有感，非常有感觉，对对。然后再来过了一个年纪之后，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其实是相对比较慢的，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我明明吃的不多，那可是为什么好像腹部脂肪的堆积特别容易形成？对，这就是代谢的问题。刚刚你讲的这6个体质里面啊，我一直以为虚跟湿可能只是一些小毛病，不太容易察觉，但反而您是说这个是最容易察觉，反而是你到了瘀啊、到结啊这个部分更严重的情况的时候，反而是不容易察觉到的。开始有刚刚医生提到的这些状态的时候，我们想要回到健康体质的话，医生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在我们生活上必须要做到的呢？其实它就是个跷跷板平衡的概念。你今天正常的人，他是一个平衡状态，可是今天开始出现我累了，应该要好好睡觉，可是睡觉呢，好像又补不回那个精神。好，那这个代表什么？就是跷跷板已经开始倾斜了。可是这个时候，你可能透过把睡眠时间增加，然后除了睡饱以外，再加上运动，这个时候微微倾斜的跷跷板30度左右，还可以自己回来，这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可是如果今天跷跷板已经斜到45度以上了，那你要靠自己的修复，其实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那这时候可能要透过一些药物的调整。中药来讲，它不是要你一直吃，而是说当你的自愈能力没有办法帮助你回到正常的值的那个平衡状态的时候，你不妨借用一些中药的方式去把你的机能拉回平衡。因为中药毕竟来自于天然大自然的原料素材，一些补气的作用，补气补血都有哦。你先让这些外来的营养品，你也可以选择保健食品，也可以啊。好，只是保健食品它的种类没有中药那么多。那你先把自己身体的状况从45度先拉回30度，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透过睡眠跟运动，好去改善。可是如果已经到了，比如像你是三高，尤其是糖尿病不好治疗，那这个时候可能还真的就是变成要长期靠药物以外，你自己的饮食就要很忌口。然后还要运动，那尤其是像那种肥胖型的糖尿病，其实你只要运动瘦下来，饮食控制，那个糖尿病可能就好了。其实，在医生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篇幅都在讲运动。在我以往的作品啊，大概都是跟饮食，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民众可能都会问，医生这个要吃什么吃什么。可是我个人觉得吃这件事情，在你的调身体方面，它只是一个环节，不是全部。那我们人要身心灵的健康，其实生活作息很重要，足够的睡眠时间很重要，但是吃以外，你还要动嘛。其实我们要运动，目的是要把我们肌肉的能力锻炼起来，让肌肉去保护你的骨头。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一些动作，读者不妨去试试看，你做不做得到。医生提到说，这些运动它对于我们的肌肉骨骼也很好，然后其实它对于我们在提升免疫能力上面也都是有很好的这个加成效果的。对啊。那个大家为什么说运动可以舒压？因为运动的时候，我们大脑会释放脑内啡，你就会暂时忘掉你白天工作那些阿杂的事情。所以这些压力也是累积体内会发炎的一些因素。对，差很多，真的有压力，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要抵抗慢性发炎，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运动呢？有研究发现呢，能够动到大肌肉群的这些运动呢是比较好的，因为肌肉收缩的运动呢，它可以有效的抗发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肌肉收缩的时候，肌肉细胞它会释放出一种能够平衡发炎反应的肌肉激素。那所以越是动到大的肌肉群的这样子的运动呢，它就越能够释放这个肌肉激素。所以不管是有氧运动啊、重训啊，或者是拉筋伸展的运动，其实它只要都牵扯到这个肌肉的收缩呢，一样都可以释放这个抗发炎的这个激素。那另外呢，有一项在延缓老化的运动研究里面，他们找了4289位的男女性，他平均年龄在49.2岁。然后他们发现49% 的人呢，每个礼拜如果做到15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的话呢，他们就发现他们在检验这个有关于发炎的这个指标，像 CRP 还有 IL6 的这个指标上面呢，他们明显是属于比较偏低的。所以呢，这就表示说呢，运动不但要动最大块的肌肉，而且还必须要长期有这个运动的习惯，你才能够降低这个发炎的指数。那同时，这个发炎指数降低了以后呢，这个防止老化呢，也就是非常有利的了。
那大肌肉群包含的是什么呢？包含了大腿的股四头肌，还有臀部的臀大肌跟臀中肌。那我们健康养成记呢，其实每周一都会有提供运动的影片，那大家可以选择有关于臀腿的训练的影片呢来跟着做。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核心肌力，其实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就是训练核心肌力的影片。那同样是属于健身运动呢，其实我现在更推崇就是结合这个中国古典舞的一个健身的方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古典舞的健身呢，它是不同于重训健身的。因为我们知道西式的这种重训健身呢，它的概念呢，它是先用重量破坏了你肌肉的纤维，然后再吃一些什么蛋白质啊，然后让这个肌肉成长。但是在中国古典舞，他们的健身方式呢，它是顺着肌肉的纹理，先帮肌肉做一个伸展，然后再透过自身的重量增加这个肌肉的力量。所以他们练出来的肌肉呢，是比较修长结实的自然肌肉，那也是比较符合东方健康养生思维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古典舞健身学院的实体课程呢，已经开始了，那就是提供有关于健康跟养生的理论，再结合健身里面的这个肌肉力学，以及透过中国古典舞的声韵，还有他们的基本训练的技巧动作来达到健身的目的。那在这个课堂上呢，古典舞的老师他会直接指导动作的这个准确性，所以欢迎呢大家都可以参加。